1943年，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，就连周边国家也同样遭到了血腥大屠杀。为了保护当地难民，一个善良的荷兰女人挺身而出，她将大批难民藏在家中避难。没想到这些难民却秒变白眼狼，不仅不知恩图报，反而直接将女人推向虎口。就这样，她被日本军官一刀封喉，变成了怨气深重的无头厉鬼。转眼时间到了1993年，女主小美是个拥有通灵能力的半盲女孩。由于父母双双离世，她便带着弟弟投奔远方亲戚。这是一座建于1970年的养老院，而我们的恐怖故事也从这里拉开序幕。为了欢迎两人的到来，亲戚一家准备了丰盛午餐，餐桌上众人谈笑风生，一片祥和。午后，弟弟在屋外玩耍，不慎将飞盘扔进了废弃小屋。亚瑟热心地走过去帮忙，恰好倾盆大雨也在此刻驾到。小美出于担心，便拿着雨伞过去找人，没想到却无意掉进了隐秘地下室。亚瑟和弟弟赶紧跟过去查看，好在小美只是皮外伤。就在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小美恍惚看到一个人形白布，她急忙喊来两人。不怕死的亚瑟果断掀开白布，下面露出一具诡异的无头雕像。这时大姑走进来喊三人离开，谁知小美刚转身，身后的雕像就跟着站了起来。小美察觉异样，向后看去，没想到雕像却瞬间复位。回到客厅后，亚瑟和迪卡好奇的研究从地下室搬上来的老旧木箱，里面装着一张黑胶唱片和一本泛黄的荷兰语日记。阿婆觉得这些东西不详，可亚瑟却不以为然，还兴致勃勃地播放起来。众人被恐怖的荷兰曲陶醉，尽情舞蹈，可屋内却突然陷入黑暗。姐弟无奈只得回房休息。深夜，小安看到黑暗中有亮光忽闪，便起床靠近墙边摸索。对讲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，突然一个人影从身后闪过，房间瞬间大亮，同时小安的视力也恢复正常。他看到一个金发女人扶着受伤的同伴，正焦急地向其他人寻求帮助。下一秒，小安就被弟弟一把拉回了现实。两人回到房间继续睡觉，可客厅的唱片机却自动开启，古老的声音配上恶劣的天气，让整幢房子显得更加阴森恐怖。此刻大门也挨个打开，一直通向了阿婆的房间。老人被阴风吹醒，起身准备关门，却从旁边的对讲机听到荷兰曲。他赶紧来到客厅关掉唱片，没想到刚转身离开，音乐声就再次响起。阿婆以为机器故障，索性盖上盖子，不料身后传来一阵响动。他小心靠近查看，发现厨房里的东西散落一地。老人弯腰收拾餐车和餐盘，没想到一双乌黑脚掌却出现在眼前。阿婆慢慢抬头看去，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。第二天，地下室的雕像稳坐在客厅中央，而阿婆也不知所踪。焦急的家人四处寻找，小安循着血腥味来到浴室，恍惚间他看到阿婆靠在墙上，刚准备过去，却突然摔倒在地。他摸索着过去，想看清楚些，没想到却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：阿婆的头颅不翼而飞，只有无头身体靠在水池旁边歇息。小安吓得大声尖叫，家人闻声赶来查看，却被眼前的惊悚画面吓得目瞪口呆。小安惊魂未定地回到房间整理装潢，看到战战兢兢的弟弟，开始轻声安抚。不多时，两人疲惫地相拥睡去。突然剧烈的摔门声将姐弟吵醒，原来大姑已经将命案报警，他试图锁住大门，等待警察例行调查。亚瑟烦躁地走到一边，无意间看到客厅的雕像消失不见，他结结巴巴地说出疑团。几人赶紧过去查看，谁知雕像就静静地坐在原地。这一幕让亚瑟瞬间懵逼，无论怎么解释都没人相信，因为事实就摆在大家眼前。可小安却坚信对方没有撒谎，因为昨晚他也遇到了怪事，在对讲机里听到荷兰歌曲，还在厨房看到了金发女郎。小安坦白自己有一双阴阳眼，能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东西。此时警察胡子哥也终于赶到，一番简单了解后，便来到案发现场勘查。此时尸体已经腐烂发臭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立刻来到车内请求支援，可无论他怎么呼唤，对面都无人应答。
胡子哥郁闷地拿起烟卷解压，却从后视镜中看到无头尸提着头颅向他飘来。不知情的警察赶紧下车查看，可前方半个鬼影都没有。胡子哥无奈，只能回到养老院打电话，没想到依旧无法接通。此时的姐弟却惊恐地发现屋里来了不速之客，尽管很模糊，但他能看到雕像是站着的，而客厅再次陷入黑暗。正义的胡子哥带着大姑出去检查电路，迪卡靠近雕像，发现他又恢复坐姿。与此同时，旁边的唱片机再次响起，小安缓缓走上前，弯腰准备寻找关闭键，身后的电灯突然亮起，而画面也跟随着小安穿越到了1943年。当时鬼子侵占了这里，伊万娜作为养老院护士，为了保护当地村民被鬼子抓住，她将大批难民藏在家中避难。在最危险的时候，男友及时出手相救，并将她带回村庄。可是当他们躲到屋子里时，曾经搭救的难民正好破门而入，伊万娜苦苦相求，可这群忘恩负义之人竟伸手将她打倒。现在日本人正在四处缉拿伊万娜，难民担心惹祸烧身，就暗中举报给了日本兵。经过这群难民的一顿毒打，两人已经遍体鳞伤，狼心狗肺的难民还想继续折磨。这时日军蜂拥而至，将这群耀武扬威的难民吓得频频后退。男人被鬼子用枪抵住脑袋，丧尽天良的日本军官则开始了报复，因为两人在逃跑中偷袭了他的脑袋。他现在想要折磨伊万娜发泄心中愤懑，女人不屈不挠拼命反抗，却被鬼子一枪打倒在地。看着眼前这帮狼狈为奸的白眼狼，伊万娜发出最恶毒的诅咒。Darah saya yang menetes akan membuat hidup kalian semua tidak tenang。而身后的军官也已经举起军刀，伊万娜毫不惧色，怒吼一声，勇敢地扑向了杀人恶魔，而他也倒在了鬼子锋利的屠刀下。可是他掉落的头颅依然在怒视那群帮凶，而这些汉奸走狗就是阿婆一家。看到女友惨死，长发男悲痛万分，他抱起伊万娜来到之前的地下室，拿出黑胶唱片，一边播放一边用祖传的巫术封存伊万娜灵魂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操起棍棒就冲向了凶杀日兵。得知真相的众人惶恐不已，身后的椅子突然倒地，而伊万娜已经消失不见。警察举着手电筒走过去，却被无头女尸死死掐住脖颈。大姑拿起竹竿帮忙，反被对方一把抓住。就这样，善良的大姑被恶灵带走。但伊万娜的复仇并没有结束，她要让那些助纣为虐的人付出惨重代价。众人爬出地下室，赶紧用柜子挡住出口，快速来到车里准备逃离这是非之地。没想到关键时刻却问题百出，警车无法启动，就连广播里也传来伊万娜的诅咒之音。后座的亚瑟看到女尸慢慢靠近，一眨眼又消失不见。就在大家屏气凝神间，一只邪手突然拍到窗边，抹出一串长长血迹。众人被这一幕吓破了胆，纷纷尖叫锁车门。可这个婆婆还是被拽出了车厢，他们在车内狼哭鬼嚎，老人家在外面嗷嗷乱叫。亚瑟冲出去救人，发现奶奶早已人头落地，他举着棍子冲过去与之一搏，却被对方按在地上不停摩擦。一声尖叫过后，伊万娜提着人头走到车窗边，随即向另一边走去。小安觉得逃避不是办法，唯有摧毁雕像，方可彻底消灭伊万娜冤魂。于是剩余人再次返回屋内，谁知伊万娜早已回归原位待命。此时的小安突然想起，日本军官曾把伊万娜的头颅丢进后院古井，如果想要消灭这个恶灵，就必须进入井内，找到头颅，用火一起烧毁。随后他们把雕像搬到外面，胡子哥拿起斧头，用力劈开外层泥巴，又把汽油和白酒倒在残骸上，潇洒地丢入井中。就在众人以为大获全胜时，没想到伊万娜及时杀到，还用两只小手掐住姐弟们。丽娜见状，捡起斧子就劈了过去，结果两人异鬼同时掉进水井。清醒后，小安开始寻找弟弟，无意中找到伊万娜的头颅。胡子哥迅速将火机丢入井内，让小安赶紧点燃恶灵残骸。没想到刚点燃打火机，就被伊万娜掐住脖子，他拼死抵抗，面部也严重扭曲变形。关键时刻，弟弟接住打火机，直接扔在残骸上面。伊万娜的身体开始灼烧，随着恶灵不甘心，死死掐住小安的脖子。片刻后，恶灵烟消云散，姐弟俩也终于死里逃生。天亮后，救援队赶到，将两人救出，而这里也将作为凶宅低价售卖。就在小安离开的时候，墙壁上的灯泡又开始不停闪烁，而无电的唱片机也再次唱起了那首荷兰歌谣。
橘黄色的日落涂抹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等你下课。